大伙注意看，这个人一动不动的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不但人直接消失了，还给你多出2个人来。客户也不清楚监控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，就问我这种能不能修。这话说的，当然能修啦。于是我就骑了我的小电驴，屁颠屁颠的过去了。什么情况？现在小区都没有，监控在哪里？我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屏幕啥都没显示。经过询问才知道，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但昨天就突然黑屏了。看来眼下要先解决屏幕的问题了。一般屏幕黑屏都是没有信号接入的。我看了一眼录像机，录像机倒是通电的。我又检查了下 VGA 线，发现 VGA 线也没有松动的情况，那应该是屏幕这边出现问题了。当时我以为屏幕没有插电，但是我看了下左下角，它的灯是亮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屏幕坏了，于是我就给屏幕断电试了下。因为屏幕一般断电再开机，虽然没有信号接入，它也会像这样显示开机的图案。但是我等了段时间，屏幕压根连亮都不亮一下，那应该是这个屏幕坏了。当时我就把 VGA 线给拆了，把它接到另一个屏幕上，看看会不会显示出画面。新的屏幕接上去，画面果然就出现了，看来还真的是这个屏幕坏了。后面我看了下画面，确实卡得很。这灰色衣服的就是我。当时这个戴头盔的客户明明已经出门了，但监控还是显示他在我背后。我也大概看了下其他的画面，基本都差不多。这车前一秒还在这，下一秒就直接跳过去了。看来这交换机里面的网线大有问题了。我当时就用电脑接上去看了下 IP 地址，我看到的网关是0网到后，我就先拼下这网关，看它延迟是多少。原为这边会拼不通，或者延迟特别的高，但是让我意外的是，拼的延迟居然是正常的，这下就把我整懵了。这不应该呀！当时我也没有录像机的密码，只能用软件查看下这些上头 IP 地址是多少了。这时候我又看了一眼屏，发现偶尔会丢个包，但是延迟还算是正常的。接着我就在摄像头列表面随便找个地址拼试下，看看它的延迟会怎么样。这里我就选了一个.0.21的 IP 地址，但是我拼通它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纳闷，开始只丢一个包，但是后面拼的延迟时间几乎都是正常的。既然拼的延迟都是正常的，为什么画面如此的卡？我这边招手的动作都做完了，这画面半天还没反应过来。后面我打电话问到了录像机的密码，我就先通道看了下，刚才这卡顿的摄像头的地址是.0.11，当时我就拼了下这个地址。好在这个地址延迟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高，要是像刚才那样延迟正常，那我就真的一脸懵逼了。但是让我纳闷的是，2个摄像头都在同个交换机上，拼的延迟怎么天差地别的？左边的延迟几百上千毫秒，右边几乎没有任何的延迟。后面我又拼了第3个摄像头试了下，发现第3个和第1个几乎延迟差不多，都是几百上千的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尽管左边延迟巨高，却从来没有丢包过，反而右边几乎没有任何延迟，却经常的丢包。到了第4个摄像头就更狠了，延迟都是1000多2000的，就没有下过几百的情况。后面我把全部的摄像头都拼了一遍，就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，尽管在同个交换机上，有些摄像头没有延迟，有些延迟200-300，有些则延迟2-3千。尽管交换机的灯在爆闪，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环路。我后面仔细观察才发现，这交换机的工作模式不对劲了，它被设置成了远距离传输模式，会不会是这原因导致的呢？于是我就把它拨成了普通模式试了下，拨成了普通模式不久，我再看了下拼，呀，全部的延迟都降了下来，之前还是几百几千的，现在延迟都变成了个位数。我再看了下镜头，果然就都恢复了过来。我招手虽说还有些延迟，但是至少现在不卡顿了，看来就是这个远距离传输导致的了。至于这交换机上面的功能，我也给大伙大概讲一下。第一个模式其实超远距离模式，开启它就会变成250米的超远距离传输，但缺点就是只能10兆的速率，而且还可能会像刚才那样出现画面卡顿的情况，一般情况下是没人会用这个模式的。第二种端口隔离模式，就把交换机所有的口都隔离了起来，它们之间无法相互通信，也无法相互拼通，只有这个 Apple Link 口才能和这些口通信。通常这个模式是用来杜绝一些小路由和防止网络广播风暴的。第3种流控关闭，就把限速的数据流量这个功能给关闭了，一般也是很少用的。至于普通模式，就大伙经常用的模式了，每个口都可以和任意一个口相互通讯，
网线接上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但是只要其中一个口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，或者出现了2级路由，那么其他的端口也跟着遭殃。总之每个功能都有利弊，我们要根据适合的场景来合理的使用它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开始时有4楼的一户断网，但美女房东不懂网络啊，就自己拿一个路由器上7楼试了下。他把路由器接上去后，发现好像是真的没网络了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就去1楼重启了下主路由。就是这么一重启，结果整栋楼都断网了。后面他喊来了电信，宽带师傅上门说不是他们的问题就回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把我喊了回来。这次我要看一下他们断网是什么原因。这里我先带大伙了解一下这里的网络布局。这个就是他们主交换机了，这交换机负责楼上楼下的整栋楼网络，然后接了这个就是主路由了，它上面这条灰色线是接到光猫上的，下面这条橙色线则是把网络接到主交换机上的。目前的线路布局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检查断网原因吧。我用电脑接上主交换机，然后看了下电脑的 IP 地址，就发现问题所在了。这个就不对了，我记得你这个地址是10段的，因为我之前住过这里，所以我知道主路的 IP 地址是10网段的。我输入现在的地址进去看了下，发现是一个水星路由器在影响整个网络，看来要找到它才行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栋楼一共有7层，每层有10多个房间，我是如何找到这设备的呢？这时候我就要开始拼地址了。拼的原理你可以理解成对这个设备一直喊话，如果它在的话，它会给你回应的。地址拼通后就准备拔网线了，如果我拔对了网线，那么拼它就会超时。这条不对，然后再拔掉这条，还是能找得到，再插回去，然后再拔这条，还是有，这条也拔了，还不是，都快拔完了，是概率，这运气，继续拔，断了，断了，就这条了，我这边再插上去试一下，插上去，出来了，那就这条了，那就刚才我拔的这条。这条线我看到有标签吧，没有标签呢。我以为拔了这好像网络就恢复了，但是我看了下电脑，就发现网络还是没有恢复过来。我又看了下电脑 IP 地址，发现地址确实是主路由的，那只能进主路由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万口没有反应，万口必须要有地址的这个，我们点连接试一下。当时我就点了下连接，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地址，但是等了一段时间就显示服务器不响应，这种情况就要检查光猫了。我看了下光猫的灯，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加上之前快带小哥已经检查过他们光猫了，那应该就排除了光猫的问题。但是我看了下路由器的万口，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。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只能给路由器和光猫断电重启试下了。但是尽管断电重启过了，这边路由器还是拨不上号，那还是得检查光猫才行了。我用电脑直接接到光猫上，却发现我电脑显示有网络进来了。喂，可以直接上网啊。当时我以为是电脑误报，于是我就给宽带测了下网速，发现确实有网络进来的。这下我就明白过来了，那应该是之前的宽带小哥他检查光猫的时候把光猫改成了路由模式，后面就忘记改回去了，这就导致路由器一直拨不上号。于是我就进光猫的后台把光猫改成了桥接模式改成了桥接复原的话，现在就一切正常了。它改成路由模式了，现在是一切正常了，然后现在接回去就行了，应该是正常了。看见没有，网络恢复了。然后我这边再测下网速。你现在网络已经恢复了，这下网络是恢复了，但是这线另头的路由器还是要找到它才行。正当我准备拿权限仪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把权限仪丢在3个客户家里面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当时我只能一层一层的拼地址了，为了保证能拼通，我这边也把电脑改成了和那路由器同一个网段。改完以后我就开始拼了，
当时运气也是背，每个楼层的交换机都试了一遍，结果在7楼才找到这个设备。啊，在7楼，真的保底了。哪一间了？应该知道啊，这边开一下灯。还是有。没用网络。还是。哎，断了，这条。705。这条是705。啊，我的。我就说是你那个。我那个怎么会呢？705，我再插上去确定一下。我的。705。我自己搞坏的。我都没用啊，今天才插上。对。我今天才插上的，我手机有流量了，我今天我插上我试一下，我说哎干嘛他们不能用啊？705。试一下，原来是406不能用而已吧？406我一会儿再看，他在家吗？他在。那我看了，就是这个设备把网线插在认可上了，他把地址释放出来，哪个倒霉蛋拿到他地址，哪个就断网。后面我打断进后台，关掉他的 DHCP， 但是我每次配置，他总会跳出这个界面。后面我给他断电重启，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想必是这个路由器有问题了。我只能把这个路由器给拔了，让他们换个新的路由了。后面我也去4楼看了一下，没想到他网络也自己恢复了。当时我就把整栋楼的网络给扫了一遍，没有发现其他的 DHCP 了，那应该是这路由器之前死机了。然后房东正好弄巧成拙，把网线接到浪口上，这接上去还不打紧，主要是他把主路由给重启了，这就导致整栋楼都断网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